嘿，最近我们搞了个大事情，找了5款特别火的 SUV， 把它们拉到一起掰手腕。说实话，这比赛结果真的有点反常识，彻底刷新了我对这个价位 SUV 的看法。我们可不是随便开2圈就完事儿，是在同一条路用同样的标准来回折腾了好几天，这么一整差距就出来了，而且大的超乎想象。有几款车确实挺有2下子，有一款甚至差点让我当场下单。但然后呢？然后就有意思了。还有一个名字，你到2026年街上随便一瞅就能看见，结果它最终的排名比你想的得低不少。所以这第1名到底是谁？我先把答案藏着，你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因为拿下第1的那台车，它不仅仅是赢了比赛，它给你的感觉会是等等，我好像没必要再去看别的车了。第5名，现代胜达。要说几年前的胜达，那印象就是中规中矩，主打一个家用够用，开出去不张扬，特稳妥。但2026款的胜达简直是换头换身了，现代这次是真不打算低调了。这次改款真是一点都不含蓄，风格特别大胆，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，不喜欢的可能觉得有点过，而这可能就是他想达到的效果。你看这外观棱角特别分明，线条也硬朗，整个设计现代感拉满，甚至有点激进。车头又宽又方正，一根贯穿式的灯条直接把整个大格栅连起来，特显眼，感觉设计师终于被松绑了，不用再去讨好所有人了，就这气场往停车场里一停，存在感直接拉满。你觉不觉得它好看，甚至觉得它夸张不？这完全看你自己的审美眼光了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它再也不是一台扔人堆里就找不着的路车了，坐进车里惊喜更多。现代这次在内饰上明显是下了血本，整个中控台设计的干净利落，布局也特别规整，比3年前的产品强了不是一星半点。那块大尺寸的车机屏幕位置放的特别合适，用起来反应也快，最关键的是手能摸到的地方基本全是软的，质感一下就上来了，按键的手感也特别好，清脆利落，这高级感同价位里很少见。动力方面，胜达标配了一台 2.0T 4缸发动机，大概277马力，对咱们普通人来说，这动力绝对够用了。起步不肉，高速上超车也很有劲儿，变速箱换挡也特平顺，没什么顿挫感。它还有个插电混动版，纯电续航，日常通勤完全够，油耗表现也相当给力，很省心。不过说到这第3排空间，我得说实话，新款胜达虽然加入了3座布局，听着很诱人，但实际体验嘛，只能说一般。成年人确实能坐下，但腿基本伸不直。平时买个菜，短途接个人还行，稍微一长途那叫一个难受。所以如果你家里经常要坐超过5个人，我强烈建议你一定得自己去店里试坐一下，眼见为实。那胜达最大的王牌是什么呢？性价比。花这个钱，你能得到的配置、科技感、安全性和内饰的高级感，市面上基本找不到对手。什么车道保持、前方碰撞预警、盲区监测、后方交叉路口预警，这些主动安全功能，大部分版本都是标配。全景天窗选上，车里显得又亮堂又宽敞，还有无线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， 连接稳定，用起来也顺畅。驾驶感受上，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稳，悬挂调校偏向家用舒适性，不是那种追求运动的硬朗风格。这对家用 SUV 来说是对的，城市里过减速带坑洼过滤的挺舒服，跑高速的时候车身也特别稳，感觉很扎实。他没想给你什么激情驾驶的快感，他就想安安稳稳的做好一台家用 SUV 该做的事儿，而且比以前有设计感多了。它的短板也很明显，就是那第3排，一台主打3排座的家伙，后排空间却像是为了凑数才加上去的。这就让人忍不住想问，消费者是不是更应该选一台从一开始就为3排座设计，结构上就天生的 SUV 呢？而这正好就是我们第4名车型的优势所在，它从骨子里就是一台真正的3排座 SUV， 整体的完成度和成熟度是胜达目前完全没法比的。马自达 CX-90， 说真的，你拿它去跟那些普通家用 SUV 比，本身就有点欺负它了。我不是在说它不好，恰恰相反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夸赞。你第一眼看到它，估计就懂了。马自达造这台车，压根儿就不是给随便什么人准备的，它是给那些真正在乎车子的手感、在乎开出去的气场、在乎那种实实在在质感的人准备的。2026款的 CX-90 外观真的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，马自达那个混动设计语言现在玩的炉火纯青，辨识度超高，放眼望去满大街都是千篇一律的 SUV， CX-90 就那么特立独行的立在那儿，车身线条特别修长优雅，个头不小，但车顶压得又低，这比例拿捏的有点欧系车那种高级味了。这车你真的会忍不住多看2眼，它不靠那种夸张的凶巴巴的设计来抢眼球，就能让你频频回头。说实话，要做出这种高级感，
比乍一看更唬人的样子难多了。一坐进车里 ，CX-90的豪华感就咣一下扑面而来，感觉是下了血本。在这个价位里，用料绝对是顶级的，真皮、真实的缝线，各种装饰件都像是设计师给你精心挑好的，而不是随便糊弄一下。座椅的造型既能给你很好的侧向支撑，又不会让你觉得憋屈。车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透着一股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劲儿，你能明显感觉到有人真的想明白了内饰应该是什么样，然后不妥协的把它造了出来。那个驾驶座舱完全是以你为中心的人体工学设计，操作起来顺手的很。说到车机，它主要靠一个旋钮来控制，而不是现在流行的触屏。这个事儿喜欢的人很喜欢，觉得它能让你开车时视线不离开路面，手轻轻一拨就行。也有人觉得还是触屏来的方便点。我们开了好久之后，觉得在路上开着的时候，这个旋钮其实更聪明。虽然一开始可能需要适应一下，但用起来是真顺手。动力方面 ，CX-90给的是 3.3T 直列6缸发动机，还带轻混系统，加起来有340匹马力。这套动力真不用谦虚，它的平顺性是4缸发动机怎么都比不了的。而这份顺滑直接转化成了一种高级感，从你踩下油门的那一刻起，就贯穿了整个驾驶体验。它还有个插电混动版本，马力更强，而且纯电通勤也完全没问题。开起来的感觉和它的外观一样沉稳精准，比市面上绝大多数3排座的 SUV 都更有开起来有意思的感觉。方向盘有重量，转向有路感给你反馈，悬挂扎实，但又不会颠得难受。马自达向来就比别的品牌更在乎人车沟通，现在把这股劲儿也带进了这种家用大车里。空间上，它的第3排比胜达那种实用多了。不过嘛，个子高的人坐久了还是会有点挤，2个成年人跑个中短途问题不大。在这个价位已经领先对手了，就是第3排后面那个后备箱有点小，要是你家常年7个人满座，还想塞行李，那得好好规划一下。它最现实的短板可能就是价格了， CX-90高配的价钱都够买奥迪沃尔沃的入门车型了。对于会拿它和豪华品牌对比的买家来说，马自达没有那个标，哪怕产品本身实力再强，在这一关还是会吃亏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你追求的就是真实的质感，开车时的那种满足感，还有开3年5年后依然看不厌的设计，那 CX-90 绝对是配得上它的价格的。接下来要说的这第3名来自一个完全不用靠品牌光环吃饭的厂商，可以说它就是可靠家用 SUV 这个级别的开创者。而在2026年，他拿出了自己多年来最强的产品力，在宣告这个领域我说了算。丰田汉兰达，聊到丰田汉兰达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茬儿，家里用挺合适，就是有点太普通了，打住。这其实是个老黄历了，尤其是2026款的汉兰达，特别是混动版，真的比那些给它贴上无聊标签的人想象中要厉害得多，更清爽，更有质感，实力也更在线。先说外观，这次可不是小修小补，新款汉兰达的脸变得更凶了，线条也更锋利，整个车看起来少了点以前那种中庸的感觉。精气神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当然它不是那种让你一看就哇塞的颠覆性设计，但提升是实实在在的，看着就是更年轻更精致，档次感也上来了。进了车内也是同样的思路，车机这次终于迎来了大升级，屏幕更大，界面更清爽，反应速度也快了不少，用起来特别顺手。高配版的用料也挺讲究，没有那种一看就掉价的廉价塑料，摸上去质感挺好。布局也很直观，视野开阔，空间感绝对是同级别的佼佼者。说到底，丰田造车想的永远是坐车的人，这一点在汉兰达的每一处细节里都能感觉到。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第3排座椅，我说的是真能坐人的第3排，不是那种只能放行李的摆设，成年人坐进去完全没问题。坐垫的高度和靠背的角度都是精心设计的，不是随便塞个东西就完事儿。这才是汉兰达闷声干大事的地方，只有当您真的带2个人坐进去，才会发现，还真不憋屈。动力方面是汉兰达最能打的一环。丰田这套混动系统经过市场多年考验，用的是 2.4T 发动机加电机，综合马力有243匹。光说数字可能有点干，但开起来的感觉才是关键。动力输出特别平顺，几乎感觉不到电和油在切换，跟搅得很，而且油耗特别稳。车主们普遍反馈跑高速能到27、32个油 mpg。对于这么大一款 SUV 来说，这个油耗表现说服力直接拉满，它的驾驶感就是一种让人特别踏实的稳重，跟运动感没关系。丰田把它调校的平稳好开，不管什么速度下都很有安全感。它不追求刺激，因为舒舒服服、安安全全，省油高效地带家人出行，并且10年8年不出毛病才是它的 KPI。在这点上，汉兰达真的做到了无可挑剔，安全配置也给得非常足。丰田的 TSS 智行安全系统是同级别里最卷的，基本全系标配，不会藏着掖着。
预碰撞、行人监测、自适应巡航、车道保持、自动远光，该有的功能基本都有，而且都特别实用。咱们聊聊口碑和成本。在这个新车都爱画大饼的时代，丰田的可靠性是实打实有口皆碑的。汉兰达的保值率长期碾压同级对手，长期开下来养车成本优势也非常明显。当然了，咱也得说实话，汉兰达的缺点也挺明显，它不追求激情，也不想去争什么最豪华、最强动力、最新潮的头把交。如果你进 4S 店是想要一台能点燃你情怀，让你一眼就心动的格调之选，那汉兰达可能真的让你有点失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市场上总有2辆车排在它前面，但您知道吗？第3名和第2名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所有人都想象的要小得多。第2名，起亚 Telluride 这台车就差那么一口气，本来能拿冠军的，它为什么没拿第1呢？说白了就是理念和性能这2块各差了点意思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起亚 Telluride 这车本来根本不优秀到这个地步。这话听着像绕口令，但其实是这么个理儿。想当初 Telluride 刚出来的时候，整个汽车圈对起亚这台车能有多牛，心里都门清。结果呢 Telluride 直接把这些预期给一个接一个的干碎了。就算到了2026年，它还在继续这么打脸。2026款的 Telluride 延续了初代那种一炮而红的设计风格，又在细节上做了优化，让整车看起来更成熟。更完整了。作为一台3排座的大家伙，它的车身比例简直绝了，看着又宽大又挺拔，有分量感，但又绝对不笨重。它身上有种特别从容不迫的气场，完全不藏着掖着自己是个奶爸车，反而把它设计的特别体面大方。自带一种我很牛的气场，坐进车里你会发现内饰的豪华感直接跟上来了，完全跟它的外观匹配。内饰这块我敢说它在同级里绝对是顶尖水平，没人能比，尤其是高配版，那用料的手感和做工以前只有在贵一大截的豪华品牌上才能见到。座椅又宽又舒服，不管你是胖子还是瘦子，支撑性都杠杠的。第2排空间也大到离谱，你都得纠结一下是选带独立扶手的还是选3人连排，因为这2种都超好用。而它的第3排更是它最强的杀手锏之一，空间明显比绝大多数对手都大，个头中等的人坐在里面，长途坐也不会觉得难受。要知道，现在很多3排 SUV 的第3排都只能算应急座，但 Telluride 这个是真能坐人的实打实优势。再说科技配置，2026款也给的相当全面，大尺寸高清屏，好用的导航，音质超棒的音响，还能自定义的全液晶仪表盘，无线充电，全套驾驶辅助。OTA 在线升级，该有的全都有了，整个系统用起来逻辑清晰，反应快，很容易上手。动力上，它用的是一台 3.8 升的自然吸气 V6 发动机，有291匹马力。现在这年头，到处都是小排量涡轮和混动，这台大 V6 反而开起来格外爽快，直接动力输出特别线性，底气足，没有涡轮的迟滞，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结构让你去琢磨，就是踩油门就走的纯粹体验。拖拽能力最高能到5000磅，在同级里也绝对是第1梯队。开着它感觉特别稳，特别舒服，一点不累。它不跟你玩什么运动操控的虚的，但开起来非常均衡，好开，而且风噪、路噪控制的特别棒，跑长途轻松的很。它的核心逻辑其实很简单，舒适和实用这2件事从来就不是敌人。起亚的保修政策还是个王炸10年或10万英里只针对动力总成的保修。对比其他同级车普遍的5年或6年，这对那些要精打细算养车成本的人来说，杀伤力太大了。当然了，它也有短板，而且也是很多人非常在意的点。2026款 Telluride 始终没有混动版本，现在油价蹭蹭涨，大家节能意识也越来越强，这个油老虎的短板就越来越明显了。就算这台 V6 再优秀，油耗也比不上混动对手。对于那些每年要跑很多公里的人来说，这笔经济账是非常现实的。在一台几乎完美的车身上，这确实是个很窄但又非常关键的弱点。那么它为什么只能屈居第2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有另外一台车做到了它完全做不到的事儿。第1名终于出炉，它就是当之无愧的榜首。你看我们前面聊的那些评比的核心就4点：油耗、质感、实用价值，还有能不能真正服务好咱们现代家庭。这么一想，这个结果是不是就没那么意外了？但在这么一场神仙打架的对决里，他能把冠军稳稳拿住，背后的原因你真得好好听一听。在这次对比里，2026款本田 CR-V 混动 Trail Sport 本来按理说还真不应该是第1。你看它的级别、尺寸和气场，在这堆对手里，它个头是最小的。它没有 V6 大心脏，没有3排座的大 house， 更没有那种往停车场一停，所有人都要多看2眼的夸张造型。但它就是干掉了所有对手，成了第1。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，本田在这台 CR-V 混动 Trail Sport 上算是正面回答了行业里一直躲着走的问题：咱们当代用户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
不是那些你以为自己需要的，也不是宣传册上看起来特牛的功能，而是咱们每天通勤、长途自驾、买菜接娃、刮风下雨，甚至每个月底看着邮费账单时能用得上的那些实在东西。先说说这个 Trail Sport 版本在 CR-V 家族里的定位，简单说就是本田把自己最成熟、最强的混动系统塞进了一套能轻度越野的壳子里，既想让你去撒点野，又不想丢了日常家用的精致感。所以你看 Trail Sport 比普通混动版外观更硬朗，实用性也直接拉满。熏黑套件、突出的轮拱升高，还专门调校过的越野悬挂，再加上标配的全地形轮胎，往那儿一站，它就像在说：“哥们儿，我正要去干点活呢。”它的外观很自信，但不是靠个头大来唬人。本田没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复杂线条，曲面就是简洁又利落，看着很现代，但又不会跟风。这种深色处理和方正的细节，让它显得特别干练稳重，跟它的实际能力完全匹配。跟旁边那些大块头一比 ，CR-V 的气质就是专注好用，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。设计师明显更关心怎么把车造好用，而不是怎么把车造的炸裂。再聊聊内饰。2026款 CR-V 混动的座舱绝对是同级车里最能懂家庭的空间之一了，这一点本田设计师从来就没让人失望过，他们太懂人在车上怎么放东西，伸手想够什么，眼睛看哪里，身子靠哪里了。车里几乎所有设计细节都在为你考虑，储物空间又多又顺手，坐姿舒服，视野还贼开阔，但开起来又不像硬派 SUV 那么笨重，窗户大，立柱细，往哪边看都利索，这个视野在同级里绝对是顶尖水平。第二排我必须得夸，它是真正好用的第二排，它非要去硬凑什么第三排，而是把自己做到极致。腿部空间大到成年人长途坐都不憋屈，靠背角度能调得很舒服，就算长时间坐着也不累。而且就凭这个车身尺寸，它后备箱的空间也相当惊人。本田这空间布局的功力，等你一般行李就瞬间 get 到了。说下科技配置，本田最新的车机系统进步是真的巨大，界面逻辑清晰，屏幕反应也快，内置了谷歌服务，导航和语音控制跟你用手机差不多，上手毫无压力。无线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是全系标配，驾驶员的仪表盘还能自己自定义，整套系统不跟你整那些花活，就是一个实打实能帮你干活的工具，动力这块才是它的王牌。这才是 CR-V 的绝活，它用的是本田的双电机混动，可不是那种假的轻混，是正儿八经的电气化架构。简单说就是一个电机负责直接驱动车轮，另一个电机负责启动发动机，还能在加速时帮忙充电。那个 2.0L 发动机呢，主要就是当个发电机用，所以你开起来的感觉就一个字，爽。动力来的特别直接，线性又顺滑，传统变速箱根本没法比，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变速箱，所以换挡顿挫不存在的。动力输出就是电车的特性，你脚踩下去它立马就有，而且持续又稳定。204匹的综合马力对于这么大一台车来说，动力完全够用，甚至还有点小轻快。0-100加速比那些大排量发动机也不差，而且感觉更爽，因为它太直接了，要动力时一点不跟你含糊。油耗方面更是跟别人拉开差距了，这才是 CR-V 和其他对手最本质的区别。在真实路况下 ，CR-V 混动版能稳定跑到接近38 mpg， 约100公里6.2升。特别是在城里堵车的时候，每次刹车浪费的能量都能回收变成电，油耗更低。跟你对比一下，比如 Telluride 那个大 V6， 真实油耗也就22 mpg， 约100公里10月8日 11.8升，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，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表现。你算算，一年开个15000英里，约2.4万公里，光油费就能省下一大笔钱，长期来看太可观了。越野和操控也出乎你意料，别看它是个城市 SUV， Trail Sport 版本是真有本事走烂路的，换上全地形轮胎，再配上专门调校的悬挂，走碎石路、林间小道、泥地这种大部分城市 SUV 看了都腿软的路，它都能稳稳当当开过去。它的四驱系统是靠后电机独立驱动后轮，能实现传统机械四驱做不到的精准扭矩分配，反应快，特别聪明。不管是下雪天打滑，还是走有车辙的土路，系统都在后台默默地帮你处理，关键时刻特别靠谱。上了高速就更不用说了，感觉高级又安稳，车里也很安静，隔音效果好。全系标配的 Honda Sensing 驾驶辅助系统也是行业里最好用、最可靠的之一。自适应巡航、车道保持、拥堵辅助，跑长途的时候能帮你省不少劲儿。最后说说它的小缺点，其实也挺简单，就是它没有第三排座位。如果你家真需要7座，那确实不适合你，你应该去看它的大哥本田 Pilot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对绝大多数家庭，比如2口人、3口人、4口人，甚至带个孩子的5口之家，这 CR-V 混动版完全能满足所有需求，车身更轻，油耗更低，开起来的质感甚至还更好。它不跟你比谁的格调像马自达，也不比谁的气场像 Telluride，它做了件更难的事儿。
就是把这车的油耗、日常实用性、真实的通过性、科技配置、长期可靠性全都做到了同级的顶尖水平，价格还很亲民，再加上本田几十年的口碑给你兜底，为啥它能拿第一？说白了，真不是因为它比 Telluride 更炫酷，也不是比 CX-90 更豪华，动力也比汉兰达猛不到哪儿去，那它凭啥第一？因为他回答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，到2026年，一台真正靠谱的家庭 SUV 到底该长啥样？它的优点全是老百姓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好，缺点呢也都写在明面上，不是什么大毛病，而且小众到一般人根本遇不上。更重要的是，从你第一天开它到开满10年，这中间的体验，它有数据支撑，有靠得住的可靠性历史，背后更是本田20多年混动车型的技术积累给你兜底。说实话，榜单里别的车也各有各的道理。Telluride 配置高，空间大，拿第一也正常。CX-90 设计感强，开着舒服也能赢。但咱们把眼光放长远点，问题就变成你想把全家人的安全全交给他开，哪台车让你最省心、最没顾虑，长期来看最划算，啥场景都能扛？这么一问 ，CR-V 混动 Trail Sport 能拿第一，那真是当之无愧。顺便也跟大家唠唠，这5台车基本代表了这几年家用 SUV 里的顶尖水平。胜达就告诉咱们，现代这次是玩真的，竞争之心拉满了2CX-90，证明了咱们普通品牌也能做出让豪华品牌都眼红的质感。汉兰达。老江湖了，用几十年攒下的好口碑告诉你可靠这俩字到底有多金贵。Telluride 直到现在它依然是这个价位里3排座做的最均衡、最没短板的选手之一。5CR-V 混动 Trail Sport 它证明了最硬核的道理，把基本功练到极致，不搞虚的，不玩花活就是最牛的。现在这汽车市场各种花里胡哨的宣传满天飞，但我们这份榜单完全是基于真实跑出来的里程和表现说话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希望您能记住，最好的车往往不是最吵吵、最显眼的那一台，